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前两期视频播出后，也是引起了很多共鸣。许多朋友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基础，但是想要学习区块链。其实我和 Michael 也是才刚接触区块链2年左右，在这个行业也算是一个新人。我们也是白天工作，晚上抽空来学习区块链，因为我们深知这个才是未来网络的样子。每个人最大的护城河其实是我们不断的学习能力。不论我们过去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行业里面有多少的经验，如果我们不保持学习，就会被时代给淘汰。尤其是在一个像区块链这样日新月异的新行业，这么多新的概念，这么多新的技术，还有这么多新的思想，我们更应该保持一个终身学习的态度，这个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竞争力。那秉持这个想法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能够终身学习。我们之前零零散散做过一些区块链的讲解视频，但是当我们回看我们的视频的时候，发现了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是零零散散的，这个概念讲一下，那个概念说一下，不成体系，不方便我们回看，更不方便大家来学习所以我和 Michael 决定重新开一个全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将包括区块链重要的基础概念、原理知识。第二个就是 Web2 前后端应用开发，延展至区块链的链上开发知识、技术概念等。第三个就是区块链相关的货币经济学以及金融知识基本面分析等。我们将从区块链的基础概念说起，我们会一起把比特币的白皮书、以太坊的白皮书再重新的回顾一遍，涉及的概念我们都会和大家讲清楚。然后我们还将学到互联网应用以及区块链的开发语言，以及如何去开发不同的 Web3 的项目。最后呢，为了方便大家的学习，我们将我们的学习计划做成了一个 Syllabus 大纲。这个大纲我们会分享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然后链接在 description 中供所有人作为参考。我和 Michael 会分别带大家过一下这所有涉及到的知识点。我们初步计划呢是花费大半年的时间来整理这块内容。我们整理的学习内容包括 PPT、文档以及学习计划都会完全的开放给到想要学习的你，所以赶快加入我们的社区和我们一起学习吧。这期节目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把这个 syllabus 过一下。看到我们这个学习计划大概有3个大的章节，第一块就是我们的区块链概论以及一些基础的 fundamentals。第二块就是我们的区块链开发，包括一些学习的语言，这里我们都会介绍。第三个就是加密货币跨领域知识就比如说一些金融学的知识我们都会在这里面一起和大家学习一下。首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区块链的概论，也就是我们的区块链 fundamentals， 我们都会学到哪些内容。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区块链基础概念和我们的学习路径，这一块打算花2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里面呢，我们会主要学习一下比特币的一个白皮书。白皮书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看过的，然后我们这边又重新的整理一下这个白皮书，然后在这边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会主要讲到这8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会介绍一下什么是区块，也就是什么是账单。第二点我们会介绍一下采用时间戳标记的分布式数据库记录数据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第三点我们会介绍数据库有不断有序增加的区块链构成，或者说数据是被记录在一种链状的一个数据库里面的。第四点呢，就是区块按时间顺序前后相连形成了区块链条，并且每个区块都通过密码学的方法使之与其前后区块唯一关联，做到所有的历史数据井然有序的保存下来。这个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井然有序的保存下来？还有第5点就是比特币是有一个独特的共识机制及工作量证明，就是我们的 Proof of Work， 它是来保障中心化数据记录和有一个数据验证机制的一个可靠性，从而做到数据能够 trustness， 还有一个抗审查，还有一个就是不被删除和篡改。到时候我们都会在那个视频里面给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还有就是一个它的数据是公开透明的，还有最后就是它是一个点对点的一个技术，它保障数据能够及时的分发。白皮书总要就介绍这7点，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去把这7点来再重新看一下。然后第2点我们还会介绍这个以太坊的白皮书，这个我们打算是在第4点学习因为这第一部分我们先把
区块链 1.0 的所有的概念都搞清楚，然后我们再去跳到区块链的 2.0。然后在第3点我们会讲一下区块链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会首先介绍什么是共识，然后一些常规的共识算法、共识规则，还有共识机制。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一些常用的共识机制，就是我们经常说的POW、和 POS 这一块呢，我们之前是做过视频去讲解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预习或者想要先看一下的，可以先看我们这2期视频。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介绍一下什么是挖矿，介绍一下什么是分叉。分叉里面有硬分叉，还有软分叉。最后我们会一起来讨论一下比特币的一些优势，还有它当前的一些局限性。第2大块内容呢，我们会介绍一下那个区块链的钱包。其实这一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是讲钱包的，但是这一块讲的还不是特别透彻。然后我们准备用这一块的内容，然后再加上之前我们更新的那块内容大家可以一起结合在一起看，说整个区块链钱包这一块应该都知识点都 cover 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一些钱包的概念呀，以及账户的概念。然后这里面会教我们手机钱包和电脑钱包的安装。然后什么是签名，什么是多重签名为什么会有交易手续费，什么是双重支付，还有钱包的数据存储方式有哪些，还有它的特色，还有我们的钱包的安全性是怎么保障的。这是有些内容我们在前期视频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会做一个更详细的视频来把这所有的东西都 cover 住。第3大块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区块链 1.0 的一个概念。然后就是区块链 1.0 就是区块链就是数字货币的一个诞生。这边我们打算就是主要讲那个3点吧，就是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诞生，然后就是讲跟比特币同时诞生的一些比特币的一些竞争币它们都有哪些，然后这些币的现状都是怎么样的之后这会就来到我们的第4大块内容，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是区块链 2.0， 也就是数字加密货币的一个进化。这里面主要就是一个智能合约。这一块我们安排的一个时间比较长一点，就是3个礼拜到4个礼拜吧，就是将近1个月学习这里面我们会讲一下那个以太坊的白皮书因为以太坊里面有很多的提案，大家也许都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这里面会把就是主流的一些提案卡掉。然后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什么是通证以及它的多样性，然后就是这些 ERC20 通证标准以及还有哪些爆发性的应用，然后就是一些 ERC17 非同质通证标准以及启发性的应用。然后就是一些提案，像什么 EIP155 就是为区块链游戏带来的提案，然后 EIP3712EIP 还有 EIP2938 什么是那个账户抽象，还有 ERC792 仲裁标准的特色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下就是区块链 2.0 和区块链 1.0 它有哪些就是更新或者说进步的地方。这一点呢，我们会主要介绍一下智能合约还有它的那个智能合约的一个价值，就为什么智能合约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进步。在第5大块呢，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区块链的一些应用案例，就是在目前来说的一些应用案例。这边我简单就是罗列了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现在主要应用在金融里面，区块链现在有一些区块链去中心化的一些交易协议还有我们就是搭建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网络至此呢，我们会演化出中心化的交易所。既然有交易，既然就需要有稳定币。之前像 USDT 和 USDC 都是一些中心化的稳定币，然后逐渐发展来去中心化的稳定币，还有一些 DeFi 的一些借贷平台还有一些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下什么是借贷以及这个 EIP3156。最后在这一块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流支付。在这个区块链的概论里面的最后一小块就是区块链的协作，这也是现在区块链最新的一部分。就这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下什么是区块链 3.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我们也做过一期视频，就是专门给大家去介绍过这个道。到这里面我们会就是把这个道总共的在这里面我们把道所有的点都罗列进来，然后做一个很就是概括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然后这第一点就是区块链 3.0 什么是道，然后什么是道 2.0， 还有一些区块链的激励方式还有就是它是怎么去激励大家的，然后它是怎么去开放式的协作的。最后我们就是会介绍它是如何保障这个协作安全的。好了，下面就是有请 Michael 给大家介绍一下
区块链开发我们会学习到哪些内容？Gary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区块链概论，这是我们之后这个视频的一个主题吧，可能近几期都会做相关于这个区块链应用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底层的逻辑，还有以及白皮书的这些概念，我们都会大家过一遍。之后呢，我们会也挪步到这个区块链开发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这块学习呢，主要是根据我们之前介绍过给大家的一个有一个人，就是他做了一个100天的一个学习计划，然后去学这个 Web3的这个开发。如果想要开发Web3的一些应用呢，我们不得不先开始这种对于 Web 开发的这个零基础的这种一个学习。就对于像这种刚入门的朋友来说，或者说之前从来没有编过程啊，或者说没有学过计算机科学的这些背景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先去跟我们看一下这个 Web 开发的比如说前端的 HTML 还有 CSS 这些是怎么把这个网站做出来，然后包括我们之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IDE 的选择，然后怎么配置你的这个环境，然后包括有一些比较好的 extension，这些呢我们会慢慢的往里面加一些这个 link 进来。再往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基础打好，比如说前面知道 OK 怎么去做 HTML，然后 CSS，然后我们会去来 build 一些网站，然后作为一些练习的这种项目。那再往后呢，我们就可能需要去了解这个 JavaScript 和一些数据结构，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网站是怎么通过，比如说 JavaScript 的还有这个 HTML、CSS 的结合，然后可以变得非常的这个 responsive，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互动。然后可能还会去学一下这个 React 的框架，然后开发一些用 React 基于 React 的网站等等。在前期呢，我们在 Web 开发基础这边打好这个整个的这个知识的一个 knowledge base，那我们就会往后去做这种DApp 这个去中心化应用的这么一个基建的开发。这部分的学习呢，主要是 Solidity。就 Solidity 这个语言就是在以太坊上的这么一个去写智能合约的这么一个语言。然后这个呢，这个语言呢是基于比如说 C 加加还有 Python 等等好多语言，这个以太坊的 community 开发出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些 project 可以去学习，先搞懂这个 Solidity 的一个基本面呢，然后我们再去来写一些这个 smart contract，就看一看这个怎么用 Solidity 在链上可以开发一些互动的应用，包括一些练习。然后我们再会去学一下这个 Hardhat，有一个叫 Hardhat 的这个智能合约的开发框架。这个开发框架的话，我们也会有教程。然后以太坊，之后呢，我们挪步去到以太坊的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开发，然后有一些project 可以去这种 hands-on 的去 build 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到时候可以去跟大家一起，就是这个 build 一个 NFT marketplace，或者说 speedrun Ethereum 这种 challenge。这几个基本上，如果说搞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这种 full stack 全站开发的这个 Web3的项目。这部分呢，我们会就添加更多的东西。那比如说从这儿这一部分到这个 DApp 这儿，基本上就是在以太坊上怎么去开发一些 Web3的应用。再往前呢，比如说我们打好这个 Web App 一些基础，然后我们再往后可以去学的东西就是这个区块链上的一个数据的存储，然后还有这个数据分析啊，还有一些数据可视化，还有机器学习的应用。那这些呢，为什么要学这些呢？因为呃，比如说哈，就是我们 Web 前端去做这些就是框架的搭建啊，然后网页的就是建成啊，这些都是怎么说呢？算是偏前端一些的应用。毕竟这个在 Web2里面，这个所有的 Web App 的话，它都需要一个后端的，就是 server side 的一个开发。那这部分呢，就是来去管理这个整个业务逻辑，还有数据是如何存取。那这部分呢，由于这个就是区块链呢，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系统，所以它并没有像传统这种 Web2里面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 server side 的一些开发。因为像 server 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的，像 Google
Facebook 呀，然后还有各个大的这种 tech firm，然后包括像国内的腾讯还有这个 ByteDance，他们的应用背后的数据都是存在这个 centralized server 里面，也就是说，是一个集中化的管理数据。但是呢，就区块链它所做的不一样，就是说它把这个数据的存储也 decentralize。比如像我们知道这个 IPFS，就是一个分布式的这个处理系统，就是存储我们的数据。那你可以参与到 IPFS 里面去建一个当一个节点，然后去贡献你的这个 storage space，然后可以去帮别人存储一些网站然后或者说文件等等。那这些呢，所以我就觉得也在未来的话也比较重要，因为如果未来如果这个区块链真的可以去 scale 的话，可以去扩展到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的话，那这些应用开发它实际上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区块链数据库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要不然它非常难去 handle 很多的这种 request，还有各种各样的 data。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到时候着重去讲一下，然后看我们是否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开发的教程。再往后可能就有一个 Oracle，这个是Oracle Server 是类似于一种，就是比如说像 Chainlink 就是典型，它是将这个 Web2 里的数据去 feed 到这个blockchain 上，就是区块链上。那这部分的话也比较重要。然后因为可能在一个 transition 的过程中，我们很多的数据还是实际上存在这个 centralized server 中，那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数据要拽出来，然后去 feed 到这个整个区块链上。所以这部分有很多应用可以去来做。再往后呢，就是一个升华吧，算是这个升华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学这个 Cosmos SDK，就是包括这个 Tendermint IBC 这个跨链桥这种开发，然后包括这个 Polkadot Polkadot 应该是用这个 Rust 语言，所以我们 Major 之后也会看一看 Rust。然后这部分实际上就是去开发这个区块链协议了。那就是相比你在以太坊上开发一个单纯的应用，然后我们这块可以去了解一下如何去开发整个搭建一个区块链，在这个 Cosmos 或者 Polkadot 上。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可能这中间还会掺插很多，包括计算机基础然后计算机语言还有这种数据结构不同的这种方法论，还有一些比较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一些理论这样的知识会添加进来。所以这个地方还不是完全的完善，但是我会随着我们学习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往里添加更多的一些资料，然后还有一些资源，大家可以去访问，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学习。那等上面这两个领域我们都介绍完了以后呢，那我们最后就会着重介绍一下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些跨领域的知识。那这些就算是 domain knowledge 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crypto 的话，包括区块链，区块链只是一个底层的技术，然后 crypto 相当于就是这个加密货币实际上是区块链带来的一个只是一部分而已，然后它还有各种其他的一些应用和一些拓展。那包括像现在非常就是最大的一个应用，在这个区块链上，那就是 DeFi，可能大家因为都在投资嘛，然后 DeFi 也是非常火的一个应用吧，算是，然后在以太坊上也占非常大的比例。那这部分的话，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然后为大家讲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 topic，我们可以拿出来，然后研究一下。所以在学习 DeFi 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个，一个是区块链协议治理，因为很多的这个 DeFi 里面的 protocol 都是靠这个 governance，还有一些这个整个区块链的协议的一个基础，然后包括这个货币经济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币的发布然后它都是有一个，比如说是通胀或者说是这个通缩之类的，它是有一个符合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原理的。那在背后的话，我们这个也都知道 DeFi 有很多的金融衍生品，然后我们也会普及一些金融的概念，还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再往后可能就是包括对项目的一个就是投融资方面的一个学习了，比如说像是 VC 还有一些 PE 这种方内，它是怎么去来投资这些项目，然后怎么退出，然后怎么计算他们的这个 return 还有 interest 这些的。最后可能最后两个就是一个是发币的这个 ICO，我们可能也会着重讲一下。一般的话，这个项目要做的话，它是怎么进行 ICO，然后它怎么去到交易所上进行交易，然后最后的话可能就会 cover 一些，比如说基本面的分析还有技术分析这等等，这些的话都算宏观上的一些通识。但是我们觉得
就是如果要去深刻了解整个币圈的话，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刚搭建的这么一个学习计划。然后这个 doc 呢将 share 给所有人，那这个链接会在这个 description 里，然后大家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这个study plan。那你 follow 这个的话，我们会给你开这个 comment 的权限。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地方需要补充的话，然后或者添加或者删掉的话，或者有一些地方你觉得不是很合理的话，都可以在上面跟我们 comment。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我们跟观众大家一起的一个学习计划，然后跟着我们 follow 下来的话，我觉得你对区块链首先你就是一个肯定在这个领域中算是一个很懂的，不是一个新人，然后你还具有一定的开发能力和对这个加密货币背后的一些金融或者等等的一些概念都有一个一定的了解。那我相信，在这之后，不管你是否想要进军到这个领域中，那也都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技能的掌握。然后，包括你要想找工作也好，在这个领域中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铺垫。因为现在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也是熊市嘛，然后有很多人会退出，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刻，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去积累啊，然后呢，也不要被这些情绪所影响嘛。大家可以一起的，就是来沉淀一下，然后学习一下，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之后才可以去再等下一个cycle 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 build，可以去建设整个这个 Web3。这就是我们一个 kick off 吧，算是对于整个这个一个计划的改变，还有我们这个新的系列的发行吧，算是发布。还有一点，最后就是我们会随着就是每一个视频和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会随时加一个 log 在里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研究完了这个比特币白皮书，我们会提出来一些这个重点的知识，然后放在这里面，然后包括一些 link 或资源，然后呢，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学习计划会变得更加丰满，然后内容更加有这个价值。所以大家可以随时的去来看我们这个 doc，然后去做一些更新，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内容。然后请关注我们，然后别忘记转发订阅，谢谢大家。